Sherry 带你游天下。那今天呢，肯定是出海了。亚比的跳岛游呢，其实性价比很高。现在往码头走，大概从酒店过去的话，1公里左右。然后早上好多人呢，8点半是一个坎儿，因为8点半的话，最早出海的一般就是8点半。我看人家又穿的特别专业 professional， 但是我呢就里边有一个泳衣，外面套一个罩衫就可以了，就这样吧。等一下，反正就直接脱。把我们的单子拿去换了一张纸，然后他让我们去找这个。找脚印啊！Big fish， 来一张吗？哦，这边。上船喽！哇，好大的太阳。下船了，到了。真是好轻啊！今天阳光也特别好，看起来就像那种玻璃珠一样，果冻一样，特别的诱人。第一个岛马木迪岛啊，然后现在我们已经上岛了，在这里的话就要付钱了。给了上岛费之后，一进来就是一个木质的一个宣传牌，还有一个地图。跳岛跳错了，很惊乐的事情。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没有定的一个岛，本来是3个岛嘛，我们定了马木迪和沙皮，然后还有一个马鲁干，然后马鲁干我们没有定，因为这边很多是玩项目的。然后现在的话，早上也查票，下船也查票，上岛费也给了，所有都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已经岛上了，然后发现我们3个岛当中的马鲁干岛，马鲁干岛是我们没有定的。这边没有办法浮潜，也没有小鱼，这个是算赠送的吗？我刚刚在问那个工作人员，他也没有特别的解释清楚，只是说如果说要到马木迪的话，然后需10点半，然后再到码头，再乘船去到这个马木迪岛，然后再跟团走沙皮岛，整得我现在心力交瘁啊！现在我们把那个票给那个前面的小黑看了，是下错了，他确定了，他帮我们找一个船，现在去马木迪，获奖感言。我真是优秀的自己。OK， 又上船了，从马鲁干去那个马木迪。可以美元啊，可以什么都可以。对。我要准备下船了，其实很近，2个岛，对吧？马木迪岛。这个上岛费的话，它是通用的，所以我们刚刚在马鲁干已经买过了，现在在马木迪这边的话就不用重复买了，1点钟上船。这次要记好时间，没有做错啊！现在去浮潜，看小鱼，已经看到玻璃海的那个小鱼了，走。
穆迪岛的话，确实很适合浮潜，它可以看到珊瑚，可以看到那个下面的礁石，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小鱼，而且它这个水质很清。跳岛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它性价比很高，因为它在这里的话，你要停留差不多1上午，然后去沙皮的话也要停留2-3个小时，你可以尽情的浮潜。正常的浮潜是浮不到2-3个小时的，我是到后面我完全没有力气了。岛上的配套设施还是很齐全，比如说它有单独的厕所，这个厕所的话你是可以冲澡的，是很舒服的，我觉得还是蛮贴心的。然后旁边的话也会有很多卖吃的、卖水的。马来西亚马穆迪岛上看到有一个植物茉莉果，是可以食用的，就成熟的果子之后呢，它晒干。烘制，然后再把它切片，拿来泡水、煮汤、煮茶都非常不错。基本上你能想到的所有的常见病、亚健康的病，它都能治。就是这个东西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保健品，但是是真的。马穆迪岛啊，我们现在，我操，这个鱼群真的好香。好，上船了。这个船家吃饭去了，所以等了很久。到沙皮了，这一次的话终于到沙皮了。沙皮的话，其实是我就是最期待的一个岛，说是它水质超级。确实如此啊！一来的话，看起来就是这种。As the chemicals that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As we shout from the top. Running wild. 雨了，马上下雨了。我们这边感觉风雨欲来，我们马上撤离战场。我们现在回酒店。整装待发，现在我们去吃东西，去亚比最出名的嘉雅街。嘉雅街，亚比最出名的一条街，被誉为是亚比的华人街、唐人街，因为在这条街上有很多华人开的餐馆和咖啡店。之前我们说过，亚比这个名字怎么来着？阿屁啊！当时的本土的土著告诉华人，他叫阿屁啊，叫多了就叫亚比喽，就是这样来的。阿屁 Night Market。Gaya Street 周末夜市啊，是在周5和周6才会有的。嘉雅街其实最开始的话，它是一个运输橡胶的铁路。后来的话就变成了一个农贸市场，当地人也会带自己的一些商品到这里来卖。最开始在这里做生意的人最多的就是本地人、马来西亚人。后来的话，因为它人气也越来越旺，所以呢，各个国家的侨民都聚集在这里了，人越来越多，然后这里人气也越来越旺，所以就变成了亚比最主要的一条街道了。所
随处可见的老店，5星海南家乡鸡饭烧腊，先去整一顿，超级大的一个桌子，然后超级大的2张 menu， 先小吃一下，然后再去吃肉骨茶，招牌的鸡饭，橘子柠檬冰啊。橘子柠檬冰。鸡饭到了哟，我就不客气了哟，浅尝一下，它是鸡胸肉为主，其实看起来分量还不错哎，11块，那么一小盘的样子，很嫩。本来鸡胸肉的话可能会有一点柴，但是它这个一点都不柴，很嫩。然后再加上很简单的那种酱油的清香，这个辣椒我很推荐，因为闻起来就够味。它是有姜、辣椒，还放了青柠，够劲，感觉瞬间就提神了。大家知道正宗的海南鸡饭是怎么做的吗？其实啊，就是你煮鸡的时候，熬鸡汤的时候，它会产生汤汁，再加上鸡油，然后把那个混合起来，一起来煮饭。这样的话，那个米饭里面它就有鸡油、鸡肉的这种香鲜，所以这个才叫海南鸡饭，而不是说端一盘鸡肉上来就是海南鸡饭了。鸡汤也不错，鲜。它这个上面放了那种小鱼干，35年。你年轻的时候做的吗？你的父亲就开始做了，好老的店。一共多少钱？15块。支付宝扫这个码也可以扫。看支付宝支付的话，它上面还可以减5块。嘉海街上非常漂亮的一个喷泉，这个喷泉它是那种梦幻的蓝色。柚记肉骨茶，嘉海街上很多卖肉骨茶的，但是老店啊，人气旺的就这么几家，柚记是其中一家。你看旁边没有人，这边排队都要吃。现在是下午的6点11分，全是人，坐满了，外面排队的。柚记肉骨茶，汤底满街香，肉润添口味啊！它有肚肝、肠腰、蹄、排骨、3层肉、肉丸，就卖这几个菜，就卖这一碗汤，就卖这一个肉骨茶，它就能卖到这个座无虚席，拼桌2个人。好。它这个厨房还是这种开放式厨房，瘦肉、猪脚、3层肉、猪肚、猪腰，基本上都是11块一份。油条豆腐1块5，饭的话是1块1碗。蔬菜呢是根据时的这个价格不一样而来的。然后这个戴眼镜的是老板，老店，几代人做，经营一个店铺。他这个手速很快耶，这是打的鱼丸肠子。好，3层肉，油豆腐，这个是豆腐，配了1壶茶，然后上了蔬菜，蔬菜上面淋了蚝油。你为什么出来就那么喜欢吃蔬菜嘞？这是我来配对的第2天，第1天吃了2个海鲜，和1盘蔬菜。谢谢。1碟排骨，1个油条，还有1碟蔬菜都快吃完了，还有2份汤，油条蘸这个汤汁。肉骨茶说的，吃肉骨茶一定要有油条才正宗。是吧？饭前1口汤，越喝越健康。有一点点的那种苦涩的味道，胡椒应该放的蛮多的，去湿气呀那些不错。我觉得比较浓，太浓了，超多的胡椒。45年了。45年了，你是第3代吗？我是第2代做。你是第2代做，那个老板是第1代哈。我是第1代对。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它那个肉骨茶里面有一点点的苦味，跟比如说我自己买的那个不一样？它一定有苦味，因为那个药材嘛，川芎。川虫吧？川芎。川芎啊。川芎带一点。对，我吃起来我就觉得跟我吃起来的完全不一样。你之前包了没有？你是买那料包吗？对，买料包的。苦味的。没有苦味，但是这个就是很苦。它有一点带苦。好的。好，谢谢，恭喜发财。看嘛，跟你说了，在 KK 在亚庇一定要吃海鲜的呀，你不听我的话。
因为海鲜便宜啊。你看我们刚刚吃了一个鸡饭16块15块8，然后这里吃一个肉骨茶25，那这里的话就40多块了，感觉还没吃饱。你再去吃个20几块，那不就是60吗？所以在亚比在 KK 的话，你要便宜就吃海鲜，海南鸡饭、肉骨茶尝尝还是可以的哈，天天吃还是有点贵。沙巴州以前的老邮局，那现在呢，这里就变成了沙巴州的旅游局，是一个接待中心。Tourist information。这是一栋经历过2战的英式百年建筑物，1916年建于英国殖民时期，1986年呢变成现在的沙巴旅游局，1988年的时候被沙巴博物馆列为了历史建筑物，这也是2战时幸存的3栋建筑物之一。当时这栋建筑物上面啊，不知道是谁把屋顶给拆了，所以当时日本空军在头顶上看起来这里就像废墟一样，就没有再次的投入炸弹，因此呢，还反而保留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百年建筑物。就在这个邮局的旁边，那这里呢就是亚比的0公里处。那在这里呢，上面有一条线，这个线呢代表的是山，就是 Kinabalu 山。然后山下呢就有它的神花啊，就是这个婆罗洲的兰花。因为邮递员需要知道投件地点的确切距离，所以呢就把这个0公里设立在了邮局旁边。这条嘉雅街，我们从傍晚走到了晚上，从天亮走到了天黑。其实这一条街的整个距离不长，但是更多的是它承载了整个亚比市的发展、历史、文化以及根源。当你走在了嘉雅街这条街上，就仿佛回到了亚比那一年当时的曾经。在嘉雅街的旁边一条街，更靠近海边的这一条街，我身后那里呢，星记肉骨茶又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肉骨茶店，也是老字号了。但是呢，我们秉着这个节约为本啊，我们要多吃海鲜，少吃肉骨茶。现在回到了市政厅面前，这里呢，除了停车啊，它还有一个小的夜市。我们去看有没有坐的地方，可以坐着休息一下。可以来一份 ，Give me one。要这个，要这个。可以。哦 ，How much 哦？啊 ，OK。 1 cup 8 ringgit。听不懂。它是一个碗都是这个价格哦，一个碗都是这个价格，那你就给我装满5个葱糕，重称小三呢。啊。这个小哥哥很可爱。我就觉得它这个鸡脚真的绝对是土鸡，没有哪个鸡的脚那么小。这个肉丸，这个是真的肉丸哈，不是那种淀粉丸哈，大的土鸡蛋。下面还有很多鸡肉碎，然后鱼干，就是那种晒的鱼干、鱼杂，还有粉。对吧？哦。我觉得这个比肉骨茶好喝。到了一个城市去打卡那种网红的茶餐厅或评价很好的茶餐厅，还不如找一个小夜市，然后吃当地最 local 的这种饮食。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惊艳，有特色。估计是也没吃过嘛，但它这个价格呀，真的是价廉物美，确实太好吃了。看我们在这里吃，基本上就我们俩是游客，其他都不是游客，都是本地人感觉。This name is a bakso. Yeah, bakso. Bakso 是什么东西？太好吃了。大哥说他要带我去亚比最大的超市。那边个卖衣服的都专门。宝威超市，这个宝威的话，在当地还是算比较大的。我们看一下物价。9块9毛9，3块8一个，9块9这么一袋。葡萄20一盒，柚子7块钱1公斤，甜瓜
5块4毛91公斤，黑美人5块4毛91公斤，啊，这个也是葱，这么一把1块9，可乐1.5升的6块1毛9一瓶，7喜啊3块多，这个可以哇，白菜卖出了肉价格，8块2毛1，它相当于卖2块51公斤，这个什么白菜哦，这个9块多。紫薯7块1毛9，番茄5块7毛9，太空椒18块9毛9。哇，生姜好贵哦，生姜22块8毛9。超市的价格还是比便利店要便宜一些，便利店的话价格的话还会往上涨。这个很好喝，它在 Orange 和 7-Eleven 都有卖的，然后还比较便宜，它在超市3块2毛9一瓶。买了一个洗头的3块8，牙刷3块1，在这里的话，它也是可以用支付宝付款的。在这边用支付宝付款之后呢，它就会有支付满额的立减汇出境，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点进去领这个券包，你可以直接马上抢一个1块钱买一个30的券包，啊，然后立即抢，你就可以用，在 Orange、7-Eleven 超市都可以用。啊，这个就很划算。它这里的类目品类的话是超级多，基本上你日常需要的东西在这里都可以买到，不管是女性的护肤的还是男性的用品。我们主要还是看了菜品，但是我觉得价格的话比中国还是要贵一些。